哇，也太美了吧！新郎新娘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哎呦天呐，我们换个姿势好不好？新娘，你把你的手搂到那个新郎的脖子上，对，亲密一点啊！对，新郎新娘再近一点吧，自己老婆不害羞的啊！哎，对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小爷，小凡，明天是你继任家主之位的重要日子，大厦的豪门没有一家敢缺席，你可一定要穿得帅一点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小爷，明天我还会给你一个惊喜。我们开始吧。好嘞，好嘞，还是刚才那个姿势啊，搂到新郎的脖子上啊，对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别墨迹了，赶紧动手。新郎新娘，这个景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移步下一个景吧。我们来拍一个剪影啊，这个画面特别美。来，新郎拉住新娘的手。小慧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新郎新娘把眼睛闭上，享受这。新郎新娘把手臂张开，对，特别好。小心一点啊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啊！小凡，小凡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你现在躺在这里，我害怕，我害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，小凡。崔少，这小子命够大呀！确实够大，这连拍照的人都摔死了，他居然没事。放心，今天晚上我就这儿办了他，我就不信他有9条命。算了，这小子现在已经成植物人了，跟死人没什么区别。接下来江家群龙无首，距离覆灭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现在我倒要看看这小丫头片子是怎么跟这活死人共度余生的。整整3个月，竟然还没有成家，你们怎么如此无能？李小姐，我们已经加派了3倍的人手，悬赏金额也提高到了100亿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我要的是结果。是。给我通知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找到江凡。他目前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头部严重受创，至于能不能醒过来，我也不敢说。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他这后续的费用数目可不小啊，你真的想清楚啊？想清楚，我一定会按时交付。哎，你我这呀，干什么呢？能不能干？不能干滚蛋！不能干！操！你干什么？我他给你说！妈的，想想是吧？放开！江凡，你什么时候能醒来呀？李慧，呀，还真是李慧啊！梦婷，原来你在升龙集团上班啊，真厉害！那当然了，这儿可是南省第1大公司，
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进就能进。咱们当年的班花怎么在干这个啊？我男朋友他住院了，打零工时间自我可以照顾他。他是哪家的豪门少爷，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？他不是个豪门公子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已经照顾他7年。7年，为了个没钱没势的病秧子，你脑袋进水了。他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。哎，真没想到你还是个恋爱脑呢。哎，不会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，合张影呗。算了吧，不喜欢合影。哎呀，害什么羞呀！咱们老同学要看到当年的班花在干这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想呢。呀，你这头发好乱呀，我帮你整理一下啊。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笑一笑啊！哎，真好看！哎呀，喂，亲爱的，我刚才给你物色了一个大美人，一会儿就把照片给你发过去啊，保证能满足孙刚那个老色胚。穿保洁服都这么漂亮，这要是稍微打扮一下，不得把孙刚那个老色批迷得死去活来。看来老子提升副总有望了。李慧，李慧，他能动了！方主任，方主任，小凡他怎么样了？方主任，小凡他到底怎么样了？李小姐，你这么多努力没有白费，相反，他有望醒过来。真的，方主任，你说的是真的对吗？您没有骗我是不是？我确定。小凡，你听到了吗？你可以醒过来的，我就知道你可以醒过来的。方主任，我现在应该做什么？您跟我说。李小姐，我行医几十年了，从没有见过哪个病人家属像你一样，整整7年了，像第一天那样子，一丝不苟地照顾他，这让我们所有人都很佩服呀。李慧竟然守护了我7年，她一个弱女子，这7年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。我要醒来，我要马上醒来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呢，是我为你申请的特殊费用减免单，全院仅此一份，希望能帮你减轻点负担。方主任，我谢谢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总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要感谢我，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是对你的奖励。谢谢，谢谢。小凡，小凡，他醒过来了。小慧，是啊，小凡他醒了，真是奇迹了。小凡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呢。对不起，让你受我的小孩。哎呦，你醒过来就好了，你醒过来就好了。我知道我7年，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娶你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明天我会亲自去你家提亲，我还要为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好。张先生，
你的心情我十分能理解，但作为大夫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才苏醒，这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需要静养7天调理呢。7天，小慧已经整整等了我7年，我1分钟都不会再让她等了。明天，无论如何我都会到。以后的每一个明天，你都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相信，我会做好一切的准备，等你来娶我。李小姐，江先生昏迷了7年才苏醒，这生理和心理上的康复还需要时间啊。你作为他最亲近的人，顺着他的意思很重要。你刚才做的对啊。方主任，刚才我不是故意顺着他的心意，是真的相信他说的话。什么？你真相信他？他现在是连下床都有些困难呀。再说了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他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的，谁替他张罗？就算他什么都没有，只要他能如约前来，在我心里就是最盛大的婚礼。喂，小凡，是你吗？这7年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对不起，小叶，我昏迷了7年，这7年一直都是小慧在照顾我。明天我要和她结婚，小叶，她就是7年前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惊喜。查清楚了吗？黎慧到底是什么人？查清楚了，就是一个寒门女孩，父母都是亲绝种，普普通通。普普通通，他能不离不弃照顾江凡7年，哪里普通了？说的是呀，他对家主的这份情谊确实难得，只不过江家向来不与寒门通婚，如果家主执意要娶她，只怕族内会有意见。简单，传我的令下去，明日送黎家一城富贵，让他成为豪门千金。一城富贵，难道你要将升龙集团送给他？不错，我江家旗下的升龙集团是南省第1大公司，资产万亿，和一座城市的 GDP 相当。送黎家一城富贵，黎家就是南省第1豪门。你说什么？让我卖女儿？绝对没这个可能！谁让你卖女儿了？金福哥呀，托我收媒，彩礼20万，那可是明媒正娶。他说，这比你大哥还大呢，这太委屈我姑娘了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挑上了？金福哥还比不过那个半死不活的植物人。你说这话啥意思？大哥，我们也是为您好，就凭你们家这条件，那金福哥出20万彩礼，不少啊！我这是嫌少吗？我是怕小慧嫁过去受罪。李德强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你别忘了，你向我借钱的时候是拿这个房子做抵押的。好，你可以不嫁女儿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一家人都给我睡到大街上去。表姑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爸借你多少钱？我还。哎呀，小慧回来呀！行，我今天就把话说开了。你爸借我20万，只要你嫁给金福哥，这20万彩礼呢，就抵消了。这房子还是你们家的。长得真水灵。我是不会嫁给他的，你让他走，明天江凡会来娶我。江凡，他是什么人？他就是我照顾了整整7年的未婚夫，他已经醒。你说什么？那小子醒了？阿弥陀佛，小慧日盼日盼，终于盼出头。醒了有什么用啊？他还不是没钱没房没存款的穷屌丝，他怎么能跟我金福哥比啊？他不但什么都有，他最会体贴人了。是啊，你跟了我就不愁吃香的喝辣的，
别看我年纪大，只要你嫁给我，我保你天天舍不得嫁给我。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女儿嫁给你。李方明，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这他妈还动手了？哎呀，金福哥，金福哥，他们家这是脑子里有点问题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。消气啊，消气。少给我来劲头！明天晚上，要么让他洗得净净的躺到我的床上，要么你把彩礼全给我夺回来！哼，金福哥，李德强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！明天要是不拿出20万，要么乖乖的嫁女儿，要么你们一家人给我滚出这房间！爸，你怎么会欠小姑那么多钱啊？你爸他是心疼你，这么多年，你爸每月都是偷偷的在缴纳江帆的部分治疗费。什么？爸妈，是我没用，你们年龄这么大了，我还要让你们替我背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傻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不说两家话啊。小慧，你是个好孩子，这么多年你吃的苦，遭的罪，爸爸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啊！我恨不得那些都在我的身上。这老天有眼，江帆他终于苏醒了。这些年你的苦没有白受。小慧，江帆说明天来娶你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他刚刚苏醒，又没有什么亲戚，这能行吗？要不咱等他身体恢复了再说。爸，我相信他，他答应我的事情一定会做到的。队长，他说了，江帆那小子醒了，醒了。是啊，出现奇迹了。啊，对了，江家还预定了迎来酒店最高款的制作影片，时间呢是明天，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庆祝江帆苏醒，要不要找人？无法。这些年我们拿到了江家的祖传秘法，江家也早已认了丹能的优势。再加上这几年江家一直由舒云这个外星人代理掌权，总理早已是怨声载道，内忧外患之下，江家早已无负担。就算江凡这小子现在回归，也早已无济于事了。崔少策划有方，算无一策。江家那些废物，哪里是您的对手啊？说得好，这大夏第一世家的位置，天理应该由我崔家来做一做吧。你去，明天去迎兰酒店探探虚实，有任何情况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小慧，这是想明白了，妆都化上了，真是个孝顺孩子啊！那可不，嫁谁不是嫁呢？嫁个有钱老头也比嫁个穷小子强。既帮父母还了债，又过上了舒坦日子，还摆脱了那个穷病秧子，一举三得了。是啊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出去。李慧，这什么态度？要不是我忙前忙后的，你们家能落那么多好处啊？就是啊，你姑为你这事操碎了心，你不能过河拆桥。你要干嘛？听清楚，我今天这个妆是给我心爱的人化的。我今天的确要嫁人，但是我嫁的不是那个60多岁的糟老头，而是江凡。听清楚了吧？哎，
你这小闹蹄子，别以为我治不了你。老实告诉你，这20万呀，是用你爸的身份证借的高利贷。呀，利滚利啊，现在应该有200万了吧？什么？200万？喂，江伯，你到哪里了？可别迟到啊！家主放心，我已经到了。李方平，你这么害我，真当世上没王法了吗？小坏，这事跟你没关系，老爸顶上。大哥，放高利贷的呀，都是滚刀肉，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，就你这副身板，拿什么顶？你顶得住吗？谁说顶不住？不就是区200万吗？多大点事儿？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就是江凡啊？我不认识什么江凡，但我奉劝你一句，对这位李小姐说话客气。哎呦，真是一块烂肉，什么苍蝇蚊子都赶着往上拍啊！臭老婆子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对我们副总不敬？你敢打我？有敢！打电话叫人，老娘今天要弄他们！叫人是吧？我倒要看看是你的狐朋狗友多，还是我盛隆集团的人。你说什么？盛隆集团，南省第一的龙头企业。你们都听清楚了，这位就是我们盛隆集团的行政总监傅延峰副总。副总，哎呀，副总，我们这一介草民没见过您这样的大人物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。闭嘴！这是200万，回去告诉放高利贷的李小姐家的账从此了清了。以后要是再敢搞东搞西，就是跟我升龙集团作对，滚！滚！副总，咱们素不相识，您为何要帮我？别这么说嘛，李小姐，我们马上就是同事了。我代表盛隆集团邀请你担任总经理秘书一职，月薪4万。4万？副总，等我办完今天的婚礼再谈吧。哎，李小姐，我们这岗位要求的是单身，你这么早结婚，配不是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吗？要不你再晚2年结婚也行啊。不好意思啊，副总，今天我未婚夫会来娶我，这婚必须结。都是卖身，不找个价高的，你傻呀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男朋友傅大少是替孙总邀请你加入公司的，你知道孙总在升龙集团的地位有多高吗？要是连这种机会都错过，你就活该一辈子穷死。又不是不让你结，你再晚2年结婚不行吗？只要你答应做孙子的秘书，我再给你额外加50万。这升龙集团可不是人人想进就能进的，那孙总秘书的岗位更是千载难逢。你推迟几年结婚就能鲤鱼跃龙门，该怎么选不用我教你。对不起，真的不能答应。只要你答应加入公司，这2箱钱都是你的。天，这里起码有100多万，李怀，要不爽快点？不好意思啊，真的不会答应。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傅大少，该教教他怎么做人了。李小姐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刚才的200万我可得管你要呢。像李小姐这么年轻漂亮，卖到东南亚应该不少钱。至于你父母，他就卖到黑煤窑里吃土了。卑鄙无耻！就冲李小姐这股劲儿，卖到东南亚之前，先得送给孙总少2天。动手！什么？不许动我女儿！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，你动我爸干什么？你早这么说，不就没这回事了吗？
把他带走，放肆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老夫江鹤鸣奉家主江凡之命，携一城富贵，恭迎黎慧小姐出阁。辛苦你了，江伯伯。江凡他在哪里？家主啊，贵体出狱，正在接受祖传秘方的治疗。他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说他一定会敞敞亮亮的站在您的面前，和您结婚。他能站起来了，太好了。黎小姐，这是家主送您的一城富贵，还请您稍后携亲友随我一起移驾。慢着，老头，你胆不小啊，敢触我眉头吧？你谁呀？你连他都不认识？堂堂升龙集团行政总监傅岩峰。好，那请问小姐你又是谁呀？她是我女朋友，升龙集团行政秘书。你俩是同一个部门的上级和下级，看来这升龙集团啊，确实该整顿。你胆不小啊，敢对升龙集团指手画脚？看他逼逼叨叨的样子，不知道还以为他是升龙集团的董事长。就算是升龙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只要黎小姐一句话，这董事长也得换人。老头，你是那个什么江凡付过来演戏，我承认你演的还可以。他给你多少钱？给你3倍，赶紧滚！家主给我的待遇，我怕你给不起。老头，你知道升龙集团行政总监的标准年薪是多少？55万。像我们傅少这么杰出的人才，年收入至少达到80，他随便拔根毛就会压死你。哈哈，那不好意思啊，傅总想要收买我，那你至少得拿出你20年的收入，我才会考虑。1600万，你疯了吧？你怕是连1600万有几个零都数不明白吧？别在这装了，这样我给你6000块钱，你赶紧滚蛋啊！老夫今日奉礼迎亲，是家主交代的大事，耽误我奉劝你谨言慎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威胁我？那我还就告诉你，我今天可是奉升龙集团总经理孙总的命令，来请黎慧小姐入职升龙集团。你要是跟我作对，就是跟升龙集团过不去。李慧，我们傅总给你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你到底要？孟婷，我照顾江凡7年，要的从来都不是一步登天的机会，我要的只是他平安健康，还有和我共同拥有一个家。白痴，算我们白浪费时间。好，黎小姐果然心如明月，你配享这一城的富贵。还请黎小姐随我去7星级云岚酒店。什么？7星级云岚酒店？那消费可是10万起。那个江凡真这么有钱啊？家主已经包下了云岚酒店的至尊厅，他会在那里和您见面。什么？至尊厅？有钱都订不了，只对超级世家开放。他怎么知道？江伯伯，您稍等一下，我先跟我爸爸妈妈说2句话。好，您请便。爸妈，女儿今天要出嫁了，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。小慧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爸爸都支持你。女儿，一家人好好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工作没了，咱可以再找，看对了认准的人，就该早点在一起。妈妈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妈妈，谢谢爸爸。我们走吧。好。你说这小妮子真的掉到金龟婿了？不行，咱们得去看看，万一错过了攀高枝的机会呢？咱是他们家最近的亲戚，有啥好事准少不了咱们的。是啊，走走走。傅少，那老头那么嚣张，咱们就这么算了。我已经跟孙总请示过了，他说即便是南省的顶尖世家，也没有人敢这么跟升龙集团作对，所以这帮人呀，一定是假冒。可他们怎么订到云岚酒店的至尊厅？我猜啊，
一定是那个江凡买通了酒店的高管，假借外省顶尖世家之名，鱼目混珠。原来他们是打肿脸充胖子。副手，咱们去揭发他。我也是这么想，这烂泥就是烂泥，再怎么搅和也扶不上墙。哎呦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么豪华的地方，我也是第一次进来呢。乖乖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！在有钱人的眼里呀，这些呀，那都是洒水了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放心啊，看样子小慧像是真嫁了个有钱人啊！咱们赶紧过去巴结巴结啊！不急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等会儿江凡来了，摸清楚他的家底再说。现在先杀杀他的锐气。小慧，这地方太高档了，要花很多钱吗？这江凡会不会太破费了？虽然结婚是你们的终身大事，应该办得隆重些，但是也应该量力而行，不要为了假排场而逼债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爸，你多虑了，江凡他不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人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来了这么豪华的地方啊，肯定眼花腿软吧？那肯定了，他们俩怎么能见过这档次、这场面？说实在的，那江凡如果真是个富家公子，咱们家小慧压根儿就配不上人家。当然了，真正的豪门那讲究的是门当户对。像我大哥这落后的家世连被富豪多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。谁说李小姐没有资格了？李小姐收下这一城的富贵，放眼这整个南省3000豪门，唯有李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世家。荒唐至极！老东西，还有拿一个破盒子就能把一个穷家烂户变成南省第一豪，这种屁话说出来谁信？你说了半天的一城富贵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打开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。世间有资格打开这礼盒的，除了家主之外，就是李小姐。老夫怎敢僭越？李小姐，请收下吧。一城富贵何足道，倾心一世共白首。李小姐，恭喜你成为升龙集团100%股权的绝对控股股东，堪比一城 GDP 的万亿集团尽在你一人掌控之中。我成了股东。没错，家主把名下的升龙集团送给了你。南省3000豪门，唯有李家掌控着万亿大集团，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世家。这怎么可能啊！勇哥，你刚真的听清楚了，他说的是升龙集团。你没听错，那真是升龙集团，是资产万亿的大集团，整个南省只此一家呀！我的小姑奶奶呀，她真是撞上了泼天的富贵。勇哥，我们去大哥道歉啊！大哥大嫂，以前的事情是我们不对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轻的要原谅我们啊！大哥大嫂，我们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！要知道小慧女婿这么厉害，我们哪敢瞎掺和？大哥，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呢，你们家发达了，别丢下我们嘛！愚昧之极，一份假合同就能把人骗得团团转，真是井底之蛙。什么？合同是假的？假的？
我们副总可是升龙集团的行政总监，公司所有的合同都要经他备案存档，是真是假，只有他更清楚。没错，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份合同，也没有处理过相关流程，所以啊，这份合同一定是假。好你个老东西，我要报警抓你这个骗子！我腻歪了，骗我！有利可图就扒你，无利可图就翻脸。李小姐，您这辜负姑母可真是现实啊！不奇怪，他们向来如此。你还和他一唱一和？副总给你机会，让你当月薪4万的总经理的助理，你不干，偏偏相信这个老骗子。哎呀，真是白日做大梦，到头来1分钱都捞不到，真是脑子进水了。他要是脑子有进水，怎么会相信人家把升龙集团送给他这种话呢？李小姐现在可是全权控股着升龙集团，炒掉你就是她一句话的事儿。你既然不信，那你可以尝试着挑战一下自己在集团的前程。你吓唬我！你是我的下属，只要无头，我看谁敢炒股他，那就更简单了，先把你炒倒不就行了？敢威胁我的人，好大胆子！哎呦，孙总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这堂堂升龙集团脸面让你丢完了。打听没有？这老家伙什么来头？我打听过，这南省的各大家族都不认这老东西。区一个无名之辈，把你吓成这样，你属老鼠的？副总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要这个想看。行，先不说这老瘪三了，我让你办的事办没？我都给这娘们加到月薪4万块钱，她还是没答应。废，这点事都办不好。你要是再搞不定，就让孟婷来顶替。不是，想当副总哪有这么简单啊？副总，明白，我一定尽力而为。老头，听说你口口声声把升龙集团送过来送过去，你挺牛逼啊！你哪位啊？我们升龙集团的总经理孙总。孙总，你也算是集团的高管，那就见见新股东李小姐。放什么屁呢？老子怎么不知道换股东了？对，孙总都不知道的事，绝对是假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孙总您的级别不够，没有资格执行？你帮家伙！我孙刚在升龙集团做的是第2把交椅，我孙总在升龙集团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要是孙总的级别都不够，那谁级别高？就算是升龙集团的董事长，那也只不过是一个高级一点的党，股权转让那可是资方的事，你们啊都没有资格。江伯伯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能动手打人？你太野蛮了！李小姐，我没事，我替家主办事，被野狗咬上几口也是常事。死了你狗嘴了！如果你再敢，就要报警。李慧是吧？长得挺带劲，这脸蛋，这身材，都在我审美点上。放开你的脏手！这样吧，我给你月薪8万，还给我当助理，怎么样？8万，这都翻了1倍了，你还不赶紧答应？还答应啊？还愣着干什么呢？8万，抽风了吧？要是孙高远给我那么多钱，我早甩了幸福的跟他了。于慧，一个月8万块钱，你爹妈辛苦1年不挣回8万块钱，这个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不好意思啊，孙总，我只跟对的人，而你不是。李慧，你不会是因为我打这老狗就觉得我不对？那行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对。过来，给他们说，如果有人敢站出来推这老东西一口，每个人发3万。明白。
钱！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只要朝这个老东西脸上吐口水，就有3万块钱。谁先来？我先来。呸！好。谢谢孙总。我去，真马上就花钱，这还等啥？这钱不赚白不赚啊！嘿。呸！小编好，来撒钱。老兄，陈永干，你们脸都不要了吗？大哥，这个老东西跟我们非亲非故的，他的死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有钱你还不要？一个人3万，你们一家就9万，赶紧的！你们真是见钱眼开的无耻小人！哎呀，一个老逼灯，活该！这一辈子就是个穷命。李慧，你现在看到了，什么才是对？有钱才是对。我1个月给开8万，以后你就有钱了，你算跟对了人。不是所有人都稀罕你抽钱，我和我爸都会为江伯伯作证，他不是骗子。李小姐高风亮节，不愧是我江家未来的家主夫人。你这老狗，这个时候还在拱火！我告诉你，若孙刚看上了女人，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在这儿。是吗？就凭你？江凡，小慧，赶紧就打完。你好了，你全好了。你看，和7年前一样健康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子，你谁呀？从哪来的？敢跟我抢女人？小莫，是什么人？回家主，他就是升龙集团的总经理孙刚。怕了吧？刚才这个老狗给我让我抽了耳光，你要是觉得皮痒，我小波，装备。你老狗，你敢打我？我家主宽忍，对你略施惩戒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滚！让我滚！在整个南省，敢跟我升龙集团作对，都会死得很惨。张路人呢？让他来见。放肆！对张董事长这么不敬，你死定了！我已经通知过了，应该快了。装一群不着四六的冒牌货，我让你们一个一个都进局子。李慧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我伺候满意了，你的父母不用吃牢。做你的白日梦，该去吃牢饭的人是你。好，那就别怪我断了你们的生路。李刚，是死活的东西，给我住口！董事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无辜的东西，你要坑死我吗？属下拜见江家主、李小姐、江大管家，是我御下不严，冒犯了总理大人。张龙甘愿受罚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蛋了，我在新闻上见过，他就是升龙集团的张董。张董怎么给他们这几个人下跪呢？那我之前说的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这位就是升龙集团的老板。这是，哎呀，大哥大嫂，我们不稀罕这点钱，咱们啊，还是应该帮自己家亲戚啊。这肯定。张龙，你在我江家做事多年，江家什么规矩你懂的。升龙集团现在是小慧美霞自杀，你给她一个交代吧。李小姐，今天所有在场不敬之人，我都会一一清查。南省
再无他们的容身之地。说具体点儿。孙刚营私舞弊，以下犯上，我会将其革职严查。你等那些吃老饭。哎，江家主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，我刚才说话都是放屁的。我家里还有80扫墓，你饶了我好吧？小辉，你现在是升龙集团老板，怎么处置？我决定。嘿，老爷子，老太太啊，听我说句话吧，我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啊，求求你们。小辉，他刚才说他还有个老母亲，看。女儿，我们不是要为他求情，只是他家里还有个老母亲，真的有点可怜。爸妈，如果他真是一个孝子，真的顾及家里的老母亲，就不会肆意妄为，做出刚才那种无耻的事情。他现在知道自己要倒霉了，所以才拉出来自己的老母亲替自己求情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无可救药。小贱人，你说什么呢？看到了吧，爸妈，像他这种见利忘义、见风使舵的小人，就应该去把牢底坐穿。张董，严查孙刚，严惩不贷。是。来人，带走。干啥呀？江总，你听我说。费彦峰，我刚刚听说你一直以招秘书为名，整日为孙刚选妃，甚至把主意还打到了家主夫人身上。你他妈有几颗脑袋？不是啊，张总，我这不怨我，都是他，都是孟婷害的。是他给我看张照片，说他就是做保洁的。我要知道他是家主夫人，你给我10万个胆子我也不敢的。好你个费彦峰，领导头了，你把脏水泼我身上是吧？是，我是给你看照片不假，但谁知道你是打你的孙刚拍马屁？李慧，你知道吗？这王八蛋为了当上副总，还要把我送给孙康。别他妈胡扯啊！明明是你要把李慧拖下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放屁！我哪知道你是打张秘书的旗号啊？给孙康选妃？行了，事到如今你们在这狗咬狗还有意义吗？一个都跑不了。孟婷、傅彦峰，你们俩身为公司员工，以权谋私，助纣为虐，给公司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。现在公司决定对你2人发起巨额赔偿，下半辈子限制消费，慢慢还债去吧。啊？还债？他妈的，老子还不如吃牢饭。想吃牢饭？裁缝日记啊？这还不简单，律师会满足。带走。李慧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你放我一马，我一辈子承你情。孟婷，自从那天洗手间见面起，你扪心自问，真的有把我当做你的同学？李慧，我都是被逼的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前台秘书。孙刚和傅永福他们逼我这么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你的心理建设可真好，我怎么觉得你从头到尾都乐在其中？我都是装的，否则他们不会放过我的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成年人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。易小姐，不用和他多说，交给我来处理。你要非要闹得鱼死网破时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林慧，你以为你嫁入豪门就了不起？在南市，再大的豪门，在总督面前，也不过是老鼠见了猫。怎么，你一个小秘书还认识南省总督呢？怕了吗？我现在只要一个电话，你们所有人都得乖乖去总督门前跪着。张龙，咱们升龙集团还真是人才济济啊！一个前台小秘书的靠山，竟然是南省总督，这么大的事儿，知道吗？家主，凡是我升龙集团的员工，至少会做过2次以上的背景调查。据我所知，并没有任何人和南省总督有关。电话你随便打，顺便告诉总督，我江凡正要去看望他。你现在是想向我求情吗？已经晚了。总督一怒，你再大的家业也保不住。你什么理解能力？你以为我在向你求情？
家主，没必要跟一个井底之蛙在这浪费时间。你是瞧不起我？好，你们等着，别吐。喂，姐夫，你救救我嘛！人家都要没命了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别再打给我了。说是谁要害了你？他叫江凡。你再说一遍，他叫什么？江凡。不会是升龙集团的幕后老板江家的江凡吧？对，就是他。你这么厉害，让江家破产了。住口！你自己想死，别拉上我，滚！你打给的应该是总督的小儿子赵杰吧？还算他识相，没坑他爹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所谓的靠山赵杰，在家主面前连个喽啰都算不上。家主一句话，南省总督的位置都得换人。曼婷，你惹了根本不该惹的存在，你完了！来呀，带走！李慧，李小姐，首恶3人已经处置，那些收了傅延芬3万块的人，我已全部纳入黑名单。不当得利，我也会全部一一追回，绝对不会让升龙集团的名誉和利益受到任何损失。辛苦你了，张董。能为江家主和李小姐做事，是我丈母的福气，求之不得，何来辛苦？费劲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好。小慧，跟我来。小慧，这对戒指7年前我就买好了，早就该给你戴上。现在我想郑重的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，7年前我愿意，7年后我也愿意，这一辈子我都愿意。小慧，我为你准备了3件礼物，第1件是一生富贵，第2件是一世美名，第3件是一生幸福。现在我要送你第2件，一世美名。哎，小慧，你的电话。江凡，是方主任。方主任是我们的人，不客气。李小姐，不好了，方主任出事了。罗护士，方主任他怎么样了？他跳楼了。什么？罗护士，你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方主任平时有在天台散步的习惯，今天中午他就跳下来了。有目击者吗？或者有没有被医院的监控拍到啊？没有，治安局的人也来调查过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好，谢谢。那你先照顾方主任。方主任一直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，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跳楼的。小慧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情况跟咱们7年前遇到那次很像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故意把他推下楼？可是方主任这么好的一个人，谁会跟他接受啊？我想，他们可能是冲我来的。冲你？为什么？7年前我出事的日子，正好是我接任江家家主的前1天。很显然，有人不想让我掌权。如今我重回江家，7年前的幕后黑手还是不想让我掌权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针对方主任？你想想，我这7年的情况，只有方主任最了解。我想，他们应该是从方主任身上得到了一些他们想要的信息，然后杀人灭口。可是你昏迷了7年，有什么东西是他们想要的？我昏迷了整整7年，仅用了1天时间就可以下地走路。我想他们感兴趣的应该是这个。对，之前方主任说过，你的腿至少要7天才能下床，
可是你只用了1天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其实我没有告诉你，我江家其实是上古神龙氏的后人，药学传承举世无双。我在昏迷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潜意识是活动的。我用这7年时间，创造出了恢复身体机能的神药。什么？你的腿是你自己治好的？我脑子里这张药方价值连城，所以我想他们觊觎的应该是这个。江凡，原来你现在能够站在我面前，冒了这么大的风险。佳慧，没有什么是能比今天娶你更重要的。我已经让你等了7年，不会再让你等了。江凡，没有人可以再伤害你了，我会和你一起跟他们斗争到底。喂，家主，我们江家的海外医药公司突然遭到药监机构的调查，云小姐已经飞往纽约处理此事。她让您代为主持2天后第3代康复新药的发布会。好，我会准时出席。家主，我收到风声，我们的竞争对手崔家近期私下活动频繁，您一定要小心他们暗中使坏啊！小慧，2天后是我江氏新药的发布会，你陪我一起。我要送你这2件礼物，以示美意。王总，没买点江氏集团的股票？哎呀，当然了，李总，这江氏集团每次发布新药之后啊，那股票都会大涨好几天。王总内行啊，看来你也早就埋伏进去了。这江氏集团啊，真不错，卖药买股，要让你我赚2笔钱。哎呀，低调低调，知道的人多了就不灵了。对对对。家主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这是您的发言稿。都在我脑子里，用不着这个，你去开场吧。好的，家主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新老朋友们，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江氏集团的新药发布会。接下来有请我们江氏集团的主事人江凡先生为大家介绍我们第3代康复新药。大家请坐。各位，第3代康复新药经过我江氏的多年研发，江氏的药已经过时了。我操，这不是崔二爷吗？这崔氏和江氏是死对头，他这是要来踢馆呀！诸位，就在此刻，我们崔氏的新药已经上市，并且疗效的实力全面碾压江氏。诸位，代理的利润一定会让诸位江氏的新药，谁做谁是傻子。魏永志，今天是我江氏集团的药品发布会，你在这儿胡言乱语，混淆视听，我江氏必将追究到底。追究？你尽管追究吧。我们家有的是金牌律师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玩。哦，对了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先关心一下你们江氏的股票。不好，江氏的股票居然大跌9%，怎么会跌这么多？看来聪明的投资者已经放弃江氏，追随我们崔氏。我操！哎，真的，这崔氏股票大涨了11%呀！哎呀，我重仓的江氏、崔氏是一股都没买，真心一出，亏大发了！我操！哎呦！哎，崔二爷，您能给我们讲讲吗？您要发布的新的康复药剂到底厉害在哪儿啊？李总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我江氏集团的药品发布，你们啊可以私下去交流。我就问问怎么了？
我今天就要在这问问崔二爷，怎么了？看来他们姜氏害怕了。无妨，相伯，让他说。我确实想听听这崔家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好，不是我崔永俊夸下海口，不出一个月，姜氏的市场份额会从31%暴跌至0.1%。0.1%？那不就是1/1000吗？你听的没错，我们崔氏的新药刚刚上市，康复的速度提升了整整3倍，并且价格是市场主流同类药的1半。疗效提升3倍，价格降低50%，这不是要了姜氏集团的命吗？好了，诸位，之前你们代理姜氏的药品，也只不过是在1000亿规模的市场里喝口汤而已。现如今我崔氏的新药上市，市场规模扩大了整整3倍，我保证你们能在10000亿的市场规模里吃块大肉。这么说来，要是跟着崔二爷，你我的资产后边还得加个0了。我重仓的家属股票刚刚已经割肉抛掉了，全部买了崔氏，看来是做对了。还是2位老总是明白人呀。诸位，你们只要做我们崔氏的药品代理，买我们崔氏的股票，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你们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。咱们做生意的发财才是硬道理，崔二爷给咱指明了一条发财之路，没有道理不跟啊！你们说对不对？没错啊，崔氏新药把姜氏新药甩开了几条街，咱们又不是姜氏人，当然哪里有钱赚去哪里啊！你们看看手机，咱们这里上热搜了，姜氏新药被崔氏弯道超车，发布会上遭遇现场踢馆，股价暴跌。天啊，才这么会儿功夫，姜氏股票市值居然跌掉近30%。姜凡，咱们有办法应对吗？我正愁咱们发布会的热度不够呢，崔永俊这么一闹，居然上热搜了，正好。可是咱们姜氏的股票跌了那么多，咱们的新药不是还没发布啊？小慧，下面跟我一起见证奇迹。姜凡，你少吹牛了，你们姜氏。诸位，今天我姜氏的新药发布会发布的根本就不是第3代康复新药，而是第5代。第5代？你少他妈吹牛了！你以为是乱加一个数字吗？新药的疗效要超过上1代的研发2倍以上，才有资格被称为换代产。感谢你给大家普及知识，不过2倍以上的疗效实在太普通。我姜氏第5代康复新药疗效是崔氏新药的7倍。7倍？啊？你这是吹牛不过脑子啊！7倍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原来康复周期7次，缩短到1周。那你们这药呀，简直是神药！你们姜氏简直是神仙！说得好，感谢崔二爷这么卖力的帮我们姜家吆喝。你什么意思？因为你刚才说的正是我姜氏新药的核心优势，康复周期足足缩短了7倍。我再补充一点，我姜氏新药的价格和崔氏新药的价格一样啊！诸位，7倍疗效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一定是假的，真不可能做到。那是你们崔家做不到。大家都知道，康复药的起源本就出自我姜家不断迭代的清囊药方。如果连我姜家都做不到，试问还有哪一家可以做到？就算如此，这样的价格根本覆盖不了研究成本。说得好，那我想问，你们崔氏相同的价格是怎么覆盖研发成本的？靠偷吗？胡说什么呢？7年前，崔氏在康复药领域的积累约等于0。这7年中，无非是挖走了我姜氏的几个外围科研人员，就能直接做出第4代康复新药。除了偷，我实在想不到还有其他途径。姜凡，你这是对我们崔家彻头彻尾的抹黑！是不是诬陷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我姜氏第5代新药一上市，你们崔氏第4代新药还有存在的地方。你胡我心来，第5代新药根本不可能存在。想必大家早有耳闻，我姜凡消失了7年，其实是头部受到重伤，
做了7年植物人。啊，传闻居然是真的！天哪！好家伙，7年植物人，为何他看上去和常人无异啊？我昨天才刚刚苏醒，今天我就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对话。昨天都躺了7年，神经都萎缩了吧？怎么可能一天都站起来？不可思议啊，简直是奇迹啊！大家的疑惑我完全理解。我之所以能站在这儿，就是因为我用了江氏的第5代康复新药，最大程度的缩减了康复周期，所以我本人就是江氏第5代康复新药的最佳代言人。哇，热搜又爆了！啊！江氏神药7年植物人彻底康复，仅用1天，崔氏惨遭江氏第5代新药7倍暴击。不少，这市值跌了40%的江氏股票开始反弹了。这市值跌了40%的江氏股票开始反弹了。弹了，刚刚割肉就涨，我怎么这么倒霉的？你看看，我去，崔氏的股票跳水了。我这刚刚重仓的崔氏，这大跌，这2头挨巴掌，你说，幸亏我谨慎，没有急哄哄的跟风崔氏，要不然我就血亏了。买了崔氏的赶紧抛啊！崔氏完了！你们这帮见风使舵的王八蛋！我们崔氏的新药举世无双，你们真是眼瞎了是吧？崔二爷，大家可都是生意，谁能让我们赚钱跟谁对。如果你能让崔氏股票止跌反弹，那我还挺你。挺他个屁呀！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卖了江氏，重仓了崔氏。崔永俊，上门踢馆踢到铁板的滋味如何呀？你崔家机关算尽，到头来只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会的，这不可能！第5代新药，你们江氏不可能存在。宋军，无论你相信与否，事实就是我江氏的第5代康复新药将会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，而你们崔氏将会一夜回到7年前，在康复药领域积累依旧高。想的可真美，可惜他说的全是谎话。梦婷，他居然没事。二爷，您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是大哥让你来的。江凡，这次你死定了！江凡，这次你死定了 ！boss， 遣了一个被我们江氏集团开除的员工，就妄想翻天，你简直是白日做梦！你江家对我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今天我要100倍奉还。有意思，才2天就抱上了崔家的大腿，看来有人在暗中帮你啊。与你无关。诸位，这个江凡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他恢复这么快，根本不是用了什么江家第5代新药，而是在他恢复前1周就开始用崔家第4代。胡说八道！我照顾了江凡7年，他平时用什么药都有明确的清单记录，根本就没有用什么崔氏新药。李慧，你就是个干保洁的，药方面的事情你懂个屁！我又不是瞎子，难道连药品名称和药效说明都看不见？李慧，你还真是个傻白甜，你看到的不过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吧？真相到底如何，你一无所知。江凡昏迷了7年，一直都是方主任在给他开药，他从来都没有对我隐瞒过什么。很好，既然你提到了方主任，那我就请诸位来听一听方主任是怎么说的。10天前，江家派人找到我，要求我给江凡试用一种江氏研发的新药。用药5天后，江凡已经开始有苏醒的迹象。我让对方继续提供这种药，对方向我透露，这款药其实是崔氏生产的第4代康复新药。一段录音算什么证据？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模仿任何人的声音，完全做到真假难辨。别急，我还有人证。让他进来。罗护士，
诸位，这位就是罗护士，他负责的就是江凡所在的病房。我刚才说的是真是假？大家听听他的说法吧，别害怕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只知道方主任给了我一种药，替换了江凡先生所用药物清单里的维生素。我们拿到了罗护士用剩下的药，经检测发现就是崔氏的第4代康复新药。不可能，方主任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李慧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只要出价够高，任何人都会变成你想不到的样子。所以，你也给他开了足够高的价格是吗？他想要保住工作，就必须说出真相。将功补过，何须出价呀？我不知道你们拿捏住了他什么把柄，但无论如何，都不会相信方主任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用崔家新药的疗效来偷梁换柱呀！啊，姓江的，你未免也太卑鄙了吧！一段伪造的录音，一个被你们胁迫的人证，你们崔家的手段真是太低级了。不得了，江凡，事到如今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争辩？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那个把新药交给方主任的江家人是谁啊？是我。张龙，你竟然背叛江氏！良心怎么而起？我张龙辛辛苦苦经营生物集团10年，到头来1毛的股份都分不到，而你一个寒门贫贱女子，居然坐拥万亿资产，还成了我的老板，我不服！放肆！张龙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你现在年薪过亿，江家可对你不薄呀！哎呦呵，江氏吃老本多年，早已没了创新能力。为了保住自己要起的龙头地位，竟然作假，用崔氏的新药来治疗，还说是自己研发的第5代康复药品，此等公然欺世盗名之举，为正人君子所不齿。我张龙弃江家而听崔家，不为其他，只为公的儿子。想不到，这江家10年的老臣都改换门庭了。看来这梦婷小姐说的恐怕是真的。我就说嘛，我的直觉是不会错的。这个所谓假的真不了，是真的假不了。如今真相大白了，我的股票可以回血了。张龙，崔家连你这张10年的卧底牌都能拿出来，看来崔家这回下了重赌啊！放屁！我对江家一直忠心耿耿，事业轻小人而远贤成，手段卑劣，人心尽失。你这才改头明主，但我没想到呀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给我泼脏水。张龙，一个卧底最大的价值是在做暗牌的时候，你现在已经是一张明牌，对于崔家来说，就是一张正牌而已。江凡，不论你怎么诋毁我，都改变不了你欺世盗名的事实。没错，逞口舌之争有什么用？谁说真话，谁说谎话，那得看投资市场的反应。哎，快看，刚刚反弹10%的江氏股票又开始掉头下跌了。好家伙，崔氏股票止跌反弹啊！江凡，听到了没有？是谁笑到了最后呀？是我们崔家笑到了最后。赢家才能笑到最后，留给你们崔家的时间不多了。笑话！此时崔家稳占上风，我看要失败的是你江家吧？作为一个卧底，你连最新的消息都掌握不了，难怪被崔家当做一张废牌扔出来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你不相信江氏第5代新药真的存在，但是你的主子崔永和相信啊，所以他才会把你扔回来，来博取崔家的最后一线生机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大哥可是崔家的家主，他怎么可能会相信你这种人说的话？所以他是崔家家主，但你不是。装睡的人做不了那个位置。一派胡言！只要我江氏第5代新药上市，你们崔家所有的投入都会瞬间归零。崔永泽正是看明白了这一点，才想浑水摸鱼，利用信息差做空我江氏，从金融市场捞钱，来弥补你们医药领域的巨大亏损。不可能，不会的，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不过就他这点小心思，我也不会让他得逞。江伯，人接来了。韦家主已经到了，让他进来。有请方主任。
你们不是说方主任的录音是铁证吗？现在方主任就在这里，你们想不想听听方主任的说法？听就听，谁怕谁啊？方主任，不好意思，您重伤初愈，就要劳烦您来这里。张家主严重啊！万万没想到啊！我一生治病救人，竟然也有被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时候。诸位，张家第5代康复新药是乃神药，我遭小人暗算，从高楼坠下，摔成了重伤，短时间之内能够快速痊愈，全靠此药。方主任，有人说你曾经给江凡用了崔氏第4代新药，这是真的吗？什么崔家第4代真药？我不知道。不承认，那就听听你自己说的话吧。要求我给江凡试，全都是伪造，绝无此事。就知道你会抵赖，所以请了你朝夕相处的同事来指证。小罗，你要指证我吗？都说医者仁心，我们罗护士就看不惯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医学败类，对吧，罗护士？是的，方主任之前给了我一种崔家新药，让我替换了江文先生用药清单上的维生素。小罗，你怎么能信口雌黄呢？罗护士，有个对你来说可能很重要的电话，请你接一下。我的电话？喂，小福，是你吗？小福，爸，你居然醒了！是啊，小福，你在哪里？爸爸想马上见到你。爸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爸他因为车祸变成植物人已经10年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苏醒了。罗护士，我刚刚得知，你的父亲跟曾经的我一样，常年昏迷。我让医疗团队立刻送去我们江氏第5代康复新药，看来效果很好啊。那江先生，我爸他现在安全吗？你放心，治安局已经带走了2个形迹可疑的人，我的属下会一直陪着你的父亲，直到你回去和他见面。你们这些无耻之徒，居然用我父亲的生命要挟我，逼我昧着良心替你们说话。现在我不干了！姓罗的，连老子秀逗！江凡给你爸用的就是我们崔氏的新药，你别被他给骗了。汪田，事到如今你还在颠倒黑白，现在崔氏已经败了，没人会再相信你的话。谁说我们崔家败了呀？拜托你们看看股票，哪个股票在涨，哪个股票在跌？不可思议啊！这崔氏股票涨势依然强劲，而江氏股票居然还在下跌。江凡，投资者们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，他们只会无比的支持我们崔家。你说的这些才是鬼话。如果没猜错，你大哥现在正在一边砸重金抬升你们崔氏的市值，一边加高杠杆做空我江氏，所以才能维持现在的形势。对，他简直是异想天开，一派胡言。是吗？那你信不信3分钟之后，你们崔氏的市值将会跌掉9成，而我江氏的股票将会再创新高。3分钟？你当股市是你家开的？你说咋样就咋样。江凡，既然你这么笃定，不如咱们打个赌吧。好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崔家的股票80块钱，而你们江氏的股票40块钱。3分钟之后，只要你们的股票超过我们崔氏的股票，就算你赢，否则就算你输。赌注呢？谁赢，谁的新药就可以上市；谁输，谁的新药就退市。还想着翻盘呢？好，那就让你再幻想3分钟，和你赌了。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你输定了，你就等着带着你的江氏新药一块滚蛋吧。谁输谁赢，咱们一起拭目以待。诸位，现在还有一些时间，我要宣布一件大事。诸位，我江凡将拿出1000亿资金，成立由我妻子黎慧名字命名的公益基金“慧心无限”。这支基金将为植物人、半身瘫痪者、全身瘫痪者、重度伤残人士提供康复援助，全额提供患者使用我江氏第5代新药的全部费用。全额承担，这能挽救多少不堪重负的家庭啊！这简直是功德无量啊！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那江家以后可都是大家心目中的药神啊！小慧，这是我送你的第2件礼物，一世美名。江凡，
我要替将来所有得到这份帮助的人谢谢你。这份礼物我很喜欢。其实他们要感谢的人应该是你。如果没有你这7年不离不弃对我的照顾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做这个决定。小凡，你别在那打肿脸充胖子行不行？动不动就千亿万亿，估计早就负债累累了吧。无知！我江家是大夏第一家族，我江家的家底岂是你这种拜金捞女能想象的？得了吧，江凡！你们江氏的股票市值一直在缩水，你马上就要输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个寒门穷女身上当舔狗呢？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崔永军，你这种短见博识的人，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市场和人心。现在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扭转乾坤。对，还在吹牛哈？时间只剩下不到1分钟了，你们江氏的股票市值离我们崔氏还有1半不到，现在就算是股票高人下手也追不上。追？我想应该没有那个必要吧。我说过，3分钟之内，你们崔氏的市值会跌掉90%。就算我江家的股票1分不涨，也稳赢你啊！跌掉90%？你做什么白日梦呢？时间只剩下不到30秒了，你是病了？这什么情况？崔氏的股价突然高台跳水了？天啊，全是卖，根本没有买盘。我操，一眨眼功夫，股价狂跌了50%。有热搜了啊！知情人爆料，崔氏债务危机，关联债务总计高达2.3万亿啊！钱杀了崔氏，我要如果再不跑的话，我恐怕血本无归啊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，假的！崔永军，你以为牛逼哄哄的崔氏不过是你哥营造出来的假象？你现在看到的崔氏才是真正的崔氏。哇，崔氏的股价跌掉80%了，一转眼功夫80块变成18了。江氏的股票也开始涨了，43块、51块、66块，这速度是坐了火箭啊！还有最后5秒，5、4、3、2、1。崔永军，你输了。我见证了什么？江氏的股票居然涨到80块钱了，而崔氏的股票竟然跌到了8块钱。又有热搜出来了，30家媒体见证江氏第5代康复新药1天治愈10年植物人，太神奇了！难怪江氏的股价堪比火箭发射啊！10年植物人，江凡，那个人不会就是罗护士的父亲吧？是的。可是为什么有30多家媒体见证这件事情？是我安排的，只有在公众的视野里，罗护士一家才是最安全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让罗家成为公众的焦点，那些想要报复罗护士的人就会收手，对不对？聪明。江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。罗护士，您言重了，我昏迷了7年，一直都承蒙您和方主任照顾，你们的恩情我永生难忘。江伯，先送罗护士和方主任回去吧，他肯定归心似箭了。是家主。2位请跟我来。崔永军，该和你算账了。你输了，崔家新药再无上市可。江凡，你别太天真了啊！我们崔家的一直是我大哥做主，我虽然是输了，但我在崔家没有话语权，我代表不了崔家。白痴，崔家败落已成定局，你这种心眼说的毫无意义。放屁！我大哥手脚通天，一定会将市值追上来的。是吗？没机会了。你可以去查一下，你大哥用高杠杆做空我江氏，现在已经彻底崩仓，你们崔家完了。谁说我崔家完了？谁说我崔家完了？大哥，崔家家主，崔家家主亲临。崔江两将的斗法愈演愈烈了。崔家被爆出负债2万亿，这个时候崔家主还敢露面，莫非另有后手？崔家主，你们崔氏股票巨跌，害我巨亏。哎，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吧？这位朋友，这大起大落本来就是股市的常态，只要你继续持有我崔氏的股票，我便可保证你扭亏为盈，赚到大钱。真的？但是你们崔氏欠了2万多亿，这事情不解决，我们恐怕难以相信啊。这位，
关于我崔氏负债的传闻皆为不实。我集团呢马上将会发出通告，请大家不要听信，更不要割肉抛骨。相反，现在正处于我崔氏股票的低谷，正是大家投资我崔氏股债的大好时机呀！有道理啊！诸位，这崔氏上市以来啊，股价什么时候到过8块？这个时候正是砸锅卖铁入崔氏的最好时候啊！诸位，陷阱总是扮成机会的样子，各位可要擦亮眼呐！老板，听我二弟说，你跟他打赌了。不错，你二弟输了却不承认，那实在是可笑。他不认，我认。大哥，他要我们崔家的新药不能上市，这万万不能忍！给我闭嘴！还嫌不够丢我崔家的脸面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崔家人做事言出必行。你作为我崔家人，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我崔家的脸面，懂吗？好，不愧是大夏顶级世家啊！这崔氏的气度、胸襟非常人所能及啊！投资崔氏绝对没有错。你竟然肯放弃崔氏新药上市的酒，看来你手里的砝码分量够重啊！家宝，真是聪明啊！我现在要跟你单独谈判。崔永泽，你非要和我单独谈，看来是有见不得光的事啊！家宝，你可认得字吗？是小鱼常年佩戴的白玉石龙环。看来你认得呀！这便就是我和你谈判的筹码，一件身外之物而已，算什么筹码呀？那我就明说了，你小姨舒云现在在我手上。得了吧，我小姨并未在国内，怎么可能会在你手上？她去了纽约，现在住在丽思卡尔顿酒店，房号1207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是张龙吧？我早该想到了。要怪就怪你江家小气，这给钱也不给点相应的股份，难怪人家会另投明主呢。我江家的事情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要一些老掉牙的玩意儿。2天后的富比德拍卖会上，有一批古代的药金和药方要出来。哇，全部都要。好，2天之后，一手交人，一手交货。你就是也不问问是什么药金和药方，这万一答应了，拍不下来怎么办？这世上的东西还没有我江家拍不下来的。那可不一定啊！我要说这些东西加起来的价值总和，比你江家的资产还要多。就算倾尽家产外加举债，我也一定会拍下来。好，我要就是这句话，一言为定了。江房，崔永泽又给你出了什么难题？还是要挟。崔家最擅长的不就是这种卑鄙的手段吗？你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上？是我小姨，她被崔家抓走了。什么？他们好大的胆子！小慧，我本来要送给你的第3件礼物“一生幸福”，就是由我小姨带给你的祝福。我从小失去父母，虽然小姨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但一直都是她在照顾我。她是我的至亲，我相信有了至亲的祝福，咱们一定会幸福的。没关系的，江发，我可以的，但是你一定要把小姨安全的救回来。后天的富比德拍卖会，我必须要拍到崔永泽想要的拍品，才能换回小姨。他想要什么？表面上他想要的是拍卖会珍贵的拍品，但实际上他想要的是我江家所有的财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拍品是借口？没错，这次我们江氏和崔氏的新药之争，他们一败涂地。如今只要我们江氏的新药一上市，他们崔氏只有破产这一种可能，所以他才会孤注一掷，想利用非法的手段来挽救崔氏。做梦！他们居心这么叵测，一定会自食其果的。我让江波查了一下富比德拍卖会的拍品，居然有当年被洋鬼子盗走的大夏国宝、3大上古药经和3000药师神方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既然遇到了，就没有理由让这些国宝再流落在海外。这回我不仅要救回小姨，还要把这些国宝一起带回家。陈新林先生，德川秀吉先生，2位先生都是一国首富，一直被别人所敬仰。
张先生，听说你的主人崔先生是大厦排名第2的市长，不知道现在排名第1的是哪一家？哦，是江家。不过这场拍卖会结束以后啊，这个第1将会是崔家。张总，你对你的主人很有信心吗？有2位财阀大人相助，没有人会是崔先生的对手。梦婷小姐果然是又漂亮又会说话，有没有时间陪我去三国玩几天吗？我当然愿意啦，只不过要崔先生同意才行啊。去过三国后，不如也来我们罗国盘桓几年。罗国的初雪很美哦。哎，风光再美也比不了梦婷小姐的美貌。我看梦婷小姐乃大厦第1美人呢。快看，江家家主和他夫人来了。江家主，这个美人是谁？她是江家家主江凡的妻子。江家，我们这次来这里就是为了废张家。张嫂，帮我转告崔先生，打垮江家以后，这个女人必须归我。李慧这个女人，到哪儿都能抢我的风头，真该死！要是能将梦婷小姐和这位美人一起带回三国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这场剑，我们一人一个，一起征服大夏啊！摔国小民也敢在此大言不惭。江凡，这是罗国和桑国的首富，都是一国之尊，你做放尊重点。张龙，你背叛升龙集团，现在又和桑国和罗国的人混在一起，怎么想做大夏的反骨仔？你少吹口喷人！这2位都是崔先生请来的贵客，客人懂礼数，那就是上品。我大夏自然以礼相待。客人如果不懂礼数，甚至图谋不轨，那就是贼寇。我大夏虽然哈哈，张先生，今天是个高雅的拍卖会。我和德昌君来这里就是为了收藏珍品。大夏乃泱泱大国，为什么我们的来到搞得紧张兮兮的？2位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。别说你们2位，就算你们国家所有财团倾巢而出，我大夏也处之泰然。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大夏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大夏的遗物，你能不能保得住？我大夏的文物当然要拿回去，无需多言。江桑的豪气令人佩服，不过拍卖是要看实力的，我和陈桑可不会让着你的。说的没错，拍卖会以实力为准，那咱们就看看谁能做到最好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斐生国际的富比德拍卖会，我是本场拍卖会主持人金岩。终于见到金大师了，这可是我的偶像。金大师可是世界一流的鉴宝大师，火眼金睛，举世无双，真品赝品一看便知。废话不说，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。第1件拍品，宋代汝窑的清代仿品4季茶盏。纵有家财万贯，不敌如此一片。宋代汝窑极为珍贵，存世之珍亦远近。这4个茶盏是雍正年间的汝窑仿品，虽不及宋代汝窑珍贵，也是难得一见之物，起拍价800万元。800万，这起拍价不低啊！清代汝窑仿品数量众多，不算稀奇。4个茶盏缺个茶壶，也不成套，不值这个价。竞拍现在开始，有没有人出价800万？我出800万。有人出价了，是罗国的陈兴民，哼，棒槌一个。我看富比德就专坑这些外行。800万第1次。900万，江家主居然也出价了。800万我都觉得贵，江家主居然出900万。没想到张先生对清代的仿品也有兴趣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争一争，1000万。奉陪。1100万。现在我要提速了，张先生，1500万。1600万。3000万。3000万，离大谱了。这是故意抬价吧？要是我就不跟了，让他吃个暗亏。3100万。什么？江家主还跟？老爸，这就踩刹车了。既然张先生喜欢 ，OK， 我让给你。让？笑话！我的出价比你高，哪来的让？你这是明明白白的输给我，陈兴民先生。3100万，有没有更高的报价？成交。江凡，虽然说是为了大夏，但是咱们这样硬碰硬，真的可以吗？你放心，
花3000多万买这组茶盏，绝对不亏。可是我刚才听人说800万都高了。那是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。丞相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姓姜的会不会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？他不可能知道。二位大人，我了解蒋凡，他心高气傲，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厉害。这开场第一件拍品，他不惜高价拿下，不过是想彰显自己的地位。他是这种性格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只是一盏4级茶盏，可惜了。德将军，4级茶盏不过是暂时存放在他那里，只要江家倒了，江家倒了，人和东西就都是崔家主和2位大人。梦婷小姐真会说话，很期待和你的三国之行。秀吉大人，我也很期待。诸位，接下来就是本场竞拍的重头戏——大夏千载药史巨著，史无前例的超级拍品，3本上古药经和3000张药事神方。厉害了！这些药方和药经是一个神秘商人从祖宅的夹墙里发现的，上面可是记录了古人长生的秘密。没错，经过金大师鉴定为真品后，大夏的顶级世家圈层都炸，毕竟谁不想长生呢？不比得拍卖行对这件拍品的估价也是个天文数字，起拍价也达到了最高纪录。看来今天的拍卖会突破想象力的天花板啊！现在我宣布，第2份拍品的起拍价为100亿。100亿，相反，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？我倒觉得这个价格还定低了。那可是100亿，还低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拍品的噱头是长生，如果这个药经和药方里真的记载了长生者，别说100亿，就算1000亿、1万亿，想要出价的大有人在。那个崔永泽还真是卑鄙，他让你买下这个拍品，不就是想让你往无底洞里砸钱吗？他们的目的是扳倒我蒋家，所以才会给我出这个问题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从小到大都是阶梯高手。竞拍开始，有没有人出价100亿？我出100亿，200亿。什么？上来就加了100亿，太疯狂了吧！是大夏第4世家谢家家主谢天鹏，看来他势在必得。真握住，敢不敢每次都加100亿？300亿，怕你不成？400亿，谢桑还真是听话。问这次多加100亿，800亿，800亿，你疯了！谢桑看来是有压力了，区大夏第4家族不过如此嘛。1000亿，我操！高家主也出手了，竟然直接飙到了1000亿。高家是大夏第3世家，实力比谢家更强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高三的家家并没有破1500亿。天哪，太疯狂了吧！100亿起拍，这才第几轮，直接飙到了1500亿。江凡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价格真的突破了1000亿。这才是刚开始，他们还会继续抬价，直到我们出手。可是那个德川秀吉，还有那个程新明，真的有这么强的实力？他们2个是一国首富，家底肯定还是有的。不过想跟我江家好，还是完全不够资格。不过这次他们来大夏，我想必定是集合了2国所有财阀的力量，可惜还是不够看。3国小二加了500亿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高家不缺这点钱。2000亿。高桑的实力确实在谢桑之上，可是家家的魄力嘛，还是3000亿，就加了1000亿，一个小小3国的首富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真正的首富不是自己的钱多，而是可以调动的资金非常多。高桑，该你加价了。3000亿，有没有出价更高的？3000亿第一次。才区3000亿就把你们给吓住了，堂堂大夏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我出1万亿。什么？1万亿？真的是1万亿？不愧是大夏第1世家，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啊！这江家主，再跟您确认一下，您的报价真的是1万亿？你没听错，就是1万亿。诸位，今天是我富比德拍卖史上创纪录的时刻，前所未有的最高报价1万亿已经产生了。慢着，这个报价马上就会被刷新。诸位，
我江家只出这一次价，如果谁还想抬价，那就自己兜着吧。是吗？我出掉。德川君，不止，他想1万亿而已嘛。两位大人，江家的财产大约在3万亿左右，所以极限点应该在2.5万亿上下。我建议下了报价，直接逼过，就报2.5万亿。2.5万亿，这是我和德川君全部的资金。万一江帆真的不跟，他不可能不跟。江帆自幼失去父母，所以他对亲情看得极为严重，让他倾尽全力去为亲人卖平安，他一丝一毫都会犹豫的。陈桑，你在担心什么？就算江帆不跟，这笔钱最终还是咱们的嘛。说的也是，我们的计划原本就是个闭环。陈桑，江桑已经帮我们做了风险对冲，不会有问题的。1万亿第2次，1万亿第3次，2万5千亿。德川秀吉先生，您确定报价是2万5千亿？当然，直接加了1.5万亿，我人都麻了。我有点恍惚了，这是拍卖会还是赌神家的赌场？刚刚你们大夏第一家族江家创下的纪录被我打破了。还有谁？我就问还有谁？江帆，他们疯了吧？怎么直接加到了2.5万亿啊？2.5万亿，接近我出手的极限。我想，这应该也是他们俩的极限。他们这是在逼我做决定。原来如此。他们的目的一直很明确，就是想用我江家所有的资产救小李慧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我肯定会救小姨啊。他们就是这么预判我的。江帆，你不会要放弃小姨吧？你觉得我会吗？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可是如果直接钻进对方的陷阱里面的话，好像也挺傻。小姨我一定会救好，但不是按他们的方法，我有我自己的办法。那你现在还要继续跟吗？我说过，我只交一次价。这轮竞拍，我准备放弃。2.5万亿，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？2.5万亿第1次。这种天文数字的报价，除了大夏第一世家江家，谁还能跟？江先生，你现在是大夏唯一的脸面，是丢脸还是长脸，就看你的了。江桑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难道你也怕了吗？既然那是该喊第3次了。对，2.5万亿第3次，还不给我拽？成交！恭喜德川秀吉先生以2.5万亿拍得第2件拍品。江家主居然没跟，我大夏的国宝就这么落入倭人之手，真憋屈！混蛋，这家伙真的没跟。难道他不是个重情的人？张桑，你的情报有问题。2位大人，他不是我的情报有问题，我看是江帆的钱包出了问题，他根本就拿不出超过2.5万亿的资金。怎会如此？拍卖会之前，他把价值1万亿的升龙集团送给了黎慧，可没想啊，这黎慧不同意，江帆才肯出手交价。这个大美人心肠如此狠毒，连自己至亲的小姨也不救。不救就对了嘛，不救才可以稳坐家主夫人之位啊。没有了长辈的制止，他可以一手遮天啊。原来如此，真是晦气，追了大半天。江家的资产很好被动，还觉得了？并非如此。咱们现在摸清了江家的资金底细，接下来的神秘拍品，咱们就可以牵着他鼻子走。还有压轴神秘拍品是什么？诸位，今天拍卖会的盛况是我从业以来的首次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现在我们马上进入最后神秘拍品的拍卖时间。神秘拍品，很期待啊！这可是富比德堡拍卖行的杀手锏啊，回回都让人出人意料啊！没错，今天这样盛况，实在想象不到什么样的压轴拍品才能镇住全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！现在我为大家揭晓本次拍卖会的压轴神秘拍品，那就是施救博物馆的大夏古物1万件。施救博物馆大夏古物1万件，天哪！那可是流落海外100年的大夏古物啊，这价值完全不可估量啊！请大家平复下心情，竞拍马上开始。2位大人，这1万件可是大夏的文化信仰，
二位要是把这件派去抢市，江凡一定会用全部身家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我和陈桑的资金已经用光了。我明白，二位现在需要借钱吗？放心吧，崔先生早有准备啊。来看看，这个是借据，崔先生授权我借2.5万亿，只要在这签个字，二位的钱我来付。有了崔先生做后盾，那我们也就放心了。诸位，大厦1万件古物起拍价1000亿，我出1000亿，手下败将还在这里丢人现眼，2000亿。天元大师，他刚刚花费了2万5千亿，根本不可能还有那么多钱。我要求对他验资。谢家主，德川君和我调动的资金超乎你的想象，你还是赶紧出价吧。陈先生说的确实是事实，这一点我可以作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倒想看看你们的底牌到底多大。5000亿，谢家主的勇气比刚多了那么一点，可是魄力嘛还是不够的。1万亿，不可能，你不可能还有那么多钱。你可以不相信，但现在要不要继续出价呢？谢老弟，尽管出价，我高家做你的后盾。多谢高兄。出12000亿，两家联手也就这么点实力。1.5万亿，我出2万亿。关键时刻，江家主又出手相助了，2万亿呀，太刺激了！德川君，事到如今，干脆直接量底牌吧。这一次看他们跟还是不跟。2.5万亿，上一次竞价到2.5万亿的时候，江家主放弃了，这次会不会太揪心了？1万件大夏古物，流浪100年，不会刚从施酒博物馆出来就落入桑国人的地盘吧？你们大夏连自己的古物都没本事拿回来，尔等无能，大夏无人啊！放屁！谁敢说我大夏无人？江家主，我高家愿意8000亿资金相助，我谢家愿意6000亿资金相助，我王家愿意3000亿资金相助，我赵家愿意900亿资金相助。诸位一片赤子之心，我江凡感同身受。不过，对付这种区区三国小儿，不需劳师动众。我江氏一家同意。江家主，我等皆是大夏子民，能为大夏古物回归出一份力，不胜荣幸。虽然我高家底蕴不算深厚，但出钱出力绝无二话。我们也是。江防假仁假义，诸位可别被他给骗了。崔家主，大夏第2世家崔家主也来了。崔家主，你何出此言？诸位出钱出力，把他江家夺得名声。江防，想必这就是你江家的如意咒。我劝你赶快退出此次竞拍，好让高家主联合众世家夺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实至名归。退出竞拍，我江凡想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。家法，你这样搞危险我，你也不想清楚后果。江凡，咱现在没必要跟他硬碰硬。哎呀，李慧，怂了吧？你说你嫁入江家又如何？你老公还不是被我们崔家主拿捏得死死的？梦婷，我劝你趁早离开崔家，跟这些人混在一起，不会有好下场。笑话，你攀入豪门就可以，倒不许我找一个高你一头的靠山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好自为之吧。莫名其妙。2.5万亿，有没有人报价比2.5万亿高的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要落锤了。有，我代表大夏周世家出价。周世家请慢，这次出价还是我来。这把你还真要出价？我江家是大夏第1世家，迎回1万件大夏走法来了。为了一群腐物，你连活人的性命都不要了吗？当然不是。古物虽然价高，但和至亲相比，那既然如此的话，你还敢不听我？离开拍卖，这便是最后一击。江凡，你放心，你解开这道难题，至少最后一步了。我出价2.5万亿，赢1万。
什么？江家主，就加价1万元？没错，只加1万。江家主，你是来搞笑的吧？加1万就想带走1万件大厦服务，搞笑吧？这传局随便加点，盖过他。陈嫂，你还有钱吗？下一轮的钱全部用完了，你应该还有吧？我也没有了，也全部用光了。张先生，能再借点吗？对，借我们1万就够了。对不起，我老板给我授权的只有2.5万亿啊。你老板崔先生就在这儿，他肯定同意。崔先生，借我们点钱。喂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同意借你们钱过？崔先生，你居然不知道？张嫂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还不明白吗？在场所有人里，能开出2.5万亿进去，只有我江家，所以你们的债权人是我。什么？兄弟，幸不如命，说的不错，老兄，欢迎部下。兄，张龙，你到底什么身份？虽然是我江家的人，罗国和三国，你们听好了，这2.5万亿，我限你们1个月之内归还，否则我就封了你在大夏所有产业。不是2.5万亿，他根本就没有给我们的。借据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，只要签字就等于收到了尾款。二位已经签过字了呀？三国借据也敢在大夏抢钱？小龙封了他在大夏所有产业。明白。滚！你呢？你怎么说？问我，崔先生，这笔拍卖款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？什么拍卖款？好几个崔勇的，一想来这不成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他妈，大夏之人个个卑鄙无耻，你们合伙来坑我和德川局势吗？我都说了，你们太高看自己，对付你们几个歪瓜裂枣就这条路。王八蛋，你们这是合伙坑我们的钱，真是愚蠢。张龙，告诉他真相。成交！恭喜江帆先生以2.5万亿01万元拍得大夏古物1万件。金大师，你这一锤落的正是实际。既然下班了，张龙，去把金大师请过来。诸位，今日拍卖会到此结束，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。行了，砸招牌和蹲大义，你自己选择。江家主，我认栽，那就自己说吧。诸位，今天拍卖会要造假了。什么？蜚声国际的鉴宝大师居然造假？今天拍卖会我说了2个假话。第一个假话，我为了将四季茶盏低价卖给陈新民和德川秀吉，故意将宋代汝窑的真品鉴定为清代仿品。混账东西！要不是江先生及时拍下那些真品，我大夏世宝又要落入外人手里了。原来四季茶盏是宋代汝窑的真品，好险！江帆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宋代汝窑的东西，我小时候在家里见多，是真是假，我一忘便知。那你用3100万拍下，是不是赚大了？还行吧。这组茶盏单独估价应该在3亿，如果配上茶壶一套，总价值至少30。很凑巧，汝窑的茶壶我正好有。早知道江家主是这样的行家，我就不该听信崔永德的鬼话。姐，你自己弄虚作假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四季茶盏跟你没有关系，我承认。但是我说的第2个假话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诸位，我说的第2个假话，3本上古药经和3000张药师神方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崔永哲，你别装了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我算什么来了？我真他妈是张龙，就是做主是吧？还是我来给大家说吧。崔永泽一直觊觎江家资产，我便以卧底身份为他所用。他让我委托富比德拍卖会伪造的3大上古药经和3000药师神方，我答应给金岩成交价1/1000的提成，他便立刻答应我帮我鉴定为真品。所以说，拍卖所得的2.5万亿是在你这儿。
准确的说，是在江家。王八蛋，坐下！你坑我们2.5万亿，现在又让我们白白欠你2.5万亿，他妈的，这一局我们亏了5万亿！桑国贱种，我国小儿，活该你们有今天。金言，你为谋取私利而造假，论心当诛，不论计就有功，功过相抵。从此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宋泽，现在该跟你算账。要不，别他妈太嚣张了，大不了大家鱼死马破。是吗？你凭什么？是吗？你凭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崔永泽，就凭你找的那些见钱眼开的头头兵，看得住我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你身无分文的，你拿什么收买他们？这种事儿还需要我亲自干吗？张龙，告诉他你花了多少钱？不便宜，每个人2万块钱。张龙，又他妈是你！老子做过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，就是相信你会背叛江家。你这么卖力，在江家连1点股份都没有，你图什么你？你说这样，我的确没有股份，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江凡是我的义弟。20年前，我叫江龙，堂堂正正的江家人。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！我崔家到底怎么你们了？你们要这样对我？7年前，你推我坠楼，让我当了7年之，这就是你造的孽。没错，就是我，你能拿我怎么办？凭什么你们江家可以一直占据大夏第1豪门的位置？崔永泽，你跟我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为私而我为我，所以崔家永远比不上江家。我他妈弄死你！好啊！放开我！小叶，你没事啊？我有事儿，我有很大的事儿。小爷，你别怪江凡，他一直都在想办法救你。我知道，他不是打算出2.5万亿来救我吗？真是个败家。小叶，那就是个幌子，骗那些王八蛋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值这个价？不是，小叶，你可是无价之宝，区区几万亿，怎么配得上我小姨的身价呢？臭小子，昏迷了7年，总算脑子没坏，还知道拍马屁。小辉，以后如果他敢欺负你，告诉小姨，我替你教训他。谢谢小姨。小凡，买下这1万件大夏谷物，你到底花了多少钱？1万元。什么？才1万？大夏谷物本就属于大夏，我怎么可能便宜那些无耻的盗贼呢？小凡用罗国和桑国的2.5万亿元，再添了1万块，买下了这1万件大夏谷物。原来如此，做得好！流浪百年的大夏谷物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对了，小叶，我答应黎慧要送她3个礼物，这最后一个给你来送。小慧，这第3件礼物呢，叫一生幸福。但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只有山河无恙，家国永安，我们所有人才会一生幸福。身为我江家人，守护大夏的四季风景，责无旁贷。这盒四季茶盏就拜托给你了。小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和江凡一起守护好这份责任。各位，那就让我们带上属于大夏的一切，一起回家。一起回家。